火箭发射场为什么从来就不建到山上呢？比方说喜马拉雅山的山顶珠峰，距离立减8848米啊，于是就可以用更少的燃料把更多的有效载荷以更快的速度送上轨道了。可为什么就是没有人行动呢？常常会有朋友留言给我问这样的问题，的确是很有趣啊。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仔细的探讨一下。首先，咱们先来说好处啊，真的是肉眼可见的好处。大致上呢，有以下这么4点了。火箭离太空更近，所以需要飞行的距离就更短。第二，火箭更加远离地球的重力中心，所以受到的重力呢就更小。第三火箭所在的高空大气更为稀薄，所以遇到的空气阻力就会更小了。第四，火箭可以使用更加适合真空的喷嘴，提高推力效率。你看看，是不是听上去、看上去都是不错呢？但是他们也只是听上去不错罢了。实际上，往好的方向上的影响呢，是微不足道的。首先火箭的目标并不只是到达太空，而是到达轨道。这就意味着火箭不仅是要往上飞，还要往前飞，以获得足够的水平速度，以便在地球的表面曲率下落的同时呢，保持在一个恒定的高度。这就是为什么火箭在发射后不久就要开始倾斜，或者用专业的术语来说呢，叫做重力转向。它跟火箭上不上山一点都没有关系啊。你的确是离上近了那么一点点，也只是一点点而已啊。相比起上百公里高的轨道呢，即便真的是跑到珠峰上面去发射，也只是近了6%而已。但离水平上的远，还是那么远啊。接着，虽然从山顶发射火箭可以减少地球重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为火箭的飞行时间会缩短嘛，而且地球的重力会随着高度的增加而减小。然而这个影响本身就并不显著啦。火箭因重力所带来的能量损失呢，只占火箭总能量的一小部分，而且地球的重力在火箭的飞行范围内变化并不大啊。例如，从海平面发射火箭，地球的重力加速度约为9.81米每20方秒，而从4公里高的山顶发射火箭呢，地球的重力加速度约为9.74米每2次方秒，相比起来只减少了0.7%，真的是微乎其微啊。第三是的。高山顶上空气更加的稀薄，因此从这里发射火箭所面临的空气阻力是要更低一点的。但是可能你会失望了这个效果也并不显著，因为影响火箭的空气阻力也只占火箭总能量的一小部分，而且火箭在飞行过程中呢会不断的加速，所以空气阻力会随着速度的增加而增加。例如，从海平面发射火箭在大气层中的飞行时间呢约为2分钟。而从4公里高的山顶上发射火箭在大气层中的飞行时间也要大约为1分半钟，只减少了25%。因此从山顶发射火箭对于减少空气阻力的影响也是微不足道的。那最后一个可能的好处就是山顶发射可以使用更加适合真空的喷嘴了，提高推力效率。这是最为明显的一个有利因素啦，因为火箭的推力效率取决于喷嘴的膨胀比，即喷嘴出口面积与喷嘴喉部面积的比值。膨胀比越大呢，推力效率越高。但是这也意味着喷嘴越大，重量越重，而且在低空的时候呢，喷嘴的压力会低于周围的大气压力，导致推力损失。因此，火箭的喷嘴设计要根据火箭的飞行轨迹和大气条件来优化，以达到最佳的平衡嘛。从山顶发射火箭可以使用一个更大的膨胀比的喷嘴，因为火箭在低空的时间更短，而且大气压力会更低。然而这个效果也是有一个上限的，它所能带来的效率争议撑死了也超不过10%而且还得要看别人的脸色火箭的推力效率呢，并不完全取决于喷嘴的膨胀比，它还取决于火箭的燃料类型、燃烧室的压力、火箭的速度等等其他因素。而且使用一个更大的喷嘴也会增加火箭的重量和尺寸，从而增加火箭的结构复杂度和成本。如果只是为了在山上发射火箭就对火箭做出大幅的修改，有点划不来而且我们以上说的呢，还是看起来像是优点的部分。下面我将要说到的就是一些明显的坏处了。比如火箭的轨道倾角呢，受到发射地点的纬度限制，因为火箭的轨道倾角不能低于发射地点的纬度。这就意味着，如果火箭要发射到一个低倾角的轨道，比如赤道的轨道，它就必须要从靠近赤道的地方发射嘛，而不是从高纬度的山顶发射啦。否则，火箭就需要进行一个大的转向机动，消耗更多的燃料，降低有效载荷。第二，
火箭的发射场需要有良好的交通和通讯设施，以便运输和维护火箭嘛，以及要与地面控制中心和其他机构进行联系。在高海拔的山顶建造发射场，不仅会面临地形和气候的挑战，而且会增加发射场的建设和运营成本以及风险哦。第三，火箭的发射场需要考虑安全和环境因素，以避免对周围的人口和生态造成危害。在高海拔的山顶发射火箭，很可能会对当地的自然景观和野生动植物造成破坏哦。而且，如果火箭发生故障或者事故，可能会对下游的居民和水源造成威胁。因此从高海拔的山顶发射火箭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它的好处呢，远远小于它的坏处了。这就是你从来就没有见到过它的根本原因了。现在你知道了吗？哪吒的风火轮很厉害，于是就被直升机的旋翼给盯上了。你看这个视频。这是一架生产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超轻型直升机，叫做希勒大黄蜂。在它旋翼2个对称的翼尖呢，分别装着一台冲压喷气式发动机。当它们工作起来之后，就替代了中间的那根驱动轴，从两边把旋翼推着转起来了。这样的好处有什么呢？一个是大大简化了传统直升机的动力系统，其中有包含2个部分。首先是以往那个需要将发动机的动力传输到主旋翼上的复杂传动机构可以被扔掉了。其次是由于没有了这个主驱动系统，原本是压到机身上的反向旋转力矩也消失了，连尾桨都不需要了，动力系统简化到了极致。于是随着动力系统的简化，第2个好处也就浮现出来了，操纵系统自然也能够做得更简单据说学开直升机呢是一件相当痛苦的事情，因为你要同时去操纵很多的东西。像我这种运动协调能力本身就不咋地的人，肯定是搞不定的了。但这种风火轮式的直升机会不会就是我们的救星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种风靡上个世纪50年代的喷气旋翼式直升机，看看它们都有哪些代表，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以及它们就为什么没能坚持到今天呢？其实代替中间的主轴，把螺旋桨从边缘推着转起来呢，是很容易就能够想到的。早在1900年呢，就已经有工程师提出来过了。限制它的主要还是技术因为那个年代的螺旋桨通常都还是木质的，你怎么可能把一个带有燃烧室和众多管线的喷气式发动机埋进去，还能够继续保持强度呢？于是大家想了很久，也等了很久，终于在2战之后才等到了技术上的可能性，并且还产生了2种不同的路线的。苏联的和美国的，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要不要把整个发动机都装上螺旋桨。苏联人认为，我可以于是他们就把完整的涡轮喷气发动机给装上去了，显然没有成功因为薄弱的旋翼实在是撑不起发动机即使在数次改进之后呢，也只能以较低的转速运行。一推油门，旋翼要么就被过载扭成了麻花，要么就跟压气机发生了共振，整个被甩了出去。总之是一条走不通的路美国人就没有这么走了，既然苏联帮我们排除了一条死胡同，那我们就换条路走他们于是就将发动机还是留在了原来的机身上，只是将他们工作时产生的高压空气输送到了旋翼的尖端，在这里要么就是直接被喷出去产生推力成为冷间喷射，要么就是再加个燃烧室跟燃料混合点燃后再喷出成为热间喷射。总之都会比把发动机整个装到翼尖要现实的多，也容易控制的多了。所以就真的出现了几架正儿八经的喷气式直升机出来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理由在这儿呢，我选了2家代表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架是麦克唐纳 XV1， 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垂直起降飞机所受到的速度限制。直升机呢是可以垂直起降，但是它的速度呢却只能被限制在209公里每小时之内。这是由于一种叫做后退叶片失速的现象所造成的。当旋转起来的旋翼往前运动时，它会从中间被分成2个部分，旋翼方向和前进方向一致的那一半叫做前进叶片，而旋翼方向同前进方向相反的那一半呢叫做后退叶片。我们都知道，直升机的升力呢来源于旋翼相对空气运动时所产生的上下表面压力差，这就跟飞机的机翼是一样的。所以当前进叶片和吹过来的气流有着更高的相对速度后，它所产生的升力就大过了和气流相对速度较小的后退叶片了。于是一边抬高一边降低，直升机开始侧倾了。当直升机前进的速度接近后退叶片向后移动的速度时，这一部分的升力将彻底损失，导致完全的失速，通常带来的都是灾难性的后果。这个是个物理规律，你只要是想用到旋翼来既上升又前进的话，就一定是免不了的。那这样行不行
顶上的旋翼让飞机可以垂直起飞，机身两边再伸出一段机翼来提供稳定的升力，同时呢，用后面的螺旋桨来产生推力，不就好了吗？哎，对的，你看 XV1就是这种思路的产物。它前半部分看起来就是个比较正常的直升机，后半部分呢，则像是把一架 P38的尾巴给截下来粘上去了一样。工程团队在看到这个玩意儿后呢，就陷入了沉思。我们怎么才能用一台发动机就把这一上一后2个螺旋桨给推动呢？因为他们想要速度，所以就必须要减重嘛。用2台发动机是万万不可的。这个时候，团队中的奥地利人多布尔霍夫就冒出来了。哎，他是谁啊？他是在2战期间就已经成功的造出了第一架翼尖喷气直升机的人了。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呢，他用卡车拉着样机和资料，和工作人员一起从苏军正在逼近的奥地利往西撤退，最后就在德奥边境向美军投了降，所以他和他的样机都归了美国。他自己也在战后加入麦克唐纳，成为主持设计 XV1 的人了。既然是他主持的，那 XV1 必然就会使用他所得意的翼尖喷气推动了。而实际上呢，这也是这架飞机在只使用1台发动机下的最优解了。它是这么工作的：在起飞和降落阶段，安装在 XV1 上的莱特 R975旋风活塞式发动机会主要用来驱动2台空气压缩机。被压缩后的空气呢，会进入到3片桨叶尖端的燃烧室里面，跟燃料混合燃烧后快速喷出，推动旋翼旋转产生升力，以支持 XV1 的垂直起降过程。慢慢的发动机输出的比例呢，会朝推进螺旋桨倾斜了，直到最终完全就跟压缩机断开，以全部的力量来推动飞机前进。同时呢，旋翼进入了自由旋转阶段，成为此时次要的升力来源，大约只会提供15%，剩下的大部分升力就交到机翼的肩上了。这个项目从1951年开启，到1954年首次悬停测试，再到1956年创下垂直起降飞机的速度纪录，翼尖喷气旋翼技术在其中功不可没。它实际上也算是该技术的首个实际应用了。麦克唐纳后来还想把它移植到自己的120空中起重直升机上，但由于一直推销不出去，就放弃了。那么 XV1 后来的命运如何呢？军方觉得还是贝尔提出的轻转旋翼方案更有吸引力啊。他们更喜欢 XV3，也就是后来慢慢发展为 V22 鱼鹰的那个原型机了。的确，它在很多方面的表现呢，都比只用了1台发动机勉强拉动2个螺旋桨的 XV1 强多了。喷气旋翼在它面前有种小孩过家家的感觉，但它辅助也就罢了，想要成为扛把子还真是差一截啊！所以这就要说到我们今天介绍的第2款机型了，西科赛斯的改款 S55。它上面也装着翼尖喷嘴，只不过呢，思路跟前面那个是完全不同的啊，并且呢，也有着属于自己的霸气名字——火箭旋翼。简称 ROR， 它之所以敢叫这个名字是有原因的，因为它的确就是一个完整的火箭系统。有燃料罐，它位于旋翼主轴的顶上，里面装着90%的过氧化氢。有燃料供应系统，通过离心泵的方式将燃料加压输送。有火箭发动机，它位于旋翼的尖端，在接收到输送过来的燃料后呢，它会用里面的金属催化剂将过氧化氢快速分解为氧气和蒸汽，并从喷嘴里面喷出，产生推力，简直跟火箭一模一样啊！并且你也看出来了，它基本上就是个外挂，是附加在直升机原本的动力系统之外的，所以可以有选择的使用，比如重载情况下的起飞，更快反应速度下的起飞，高海拔低气压下的降落等等。其他正常情况下我不用也是可以的嘛。军方之所以想要这样改造 S55呢，就是由于它在之前的战况下遇到过这些问题嘛，所以可见改造和测试都是达到了目的的。但是这样一个好用的系统却从来也没有真正普及过，为什么呢？没有相关正式的资料来介绍过啊。但我看了很多人的评论，大家都相信是有这么一个原因的。把一个装满了如此危险的化学品的罐子绑在脑袋上拼命摇晃，真的好吗？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飞机也有刹车吗？有的，而且还多种多样的。正常飞机在降落时呢，可以打开位于机翼后缘的减速板来减速。当然，这个减速板呢，也不见得只是位于机翼上啊，像这样把屁股裂开、把垂直尾翼张开的也是有的。另外，它还可以开启发动机上的反推，踩下起落架小车上的刹车来进一步的减速。要是不那么正常的飞机该怎么减速呢？那就打开减速伞吧。协和、图144航天飞机都是这么干的。那还有没有比他们更不正常的飞机呢？有的这架代号为 XFC-130H 的飞机居然疯狂到用火箭反推来减速降落。
这么奇葩的飞机，我们没有理由不讲一讲啊！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它的来龙去脉。故事还要从一次失败的人质解救行动说起。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国王巴列维呢仓皇出逃，辗转之后就来到了美国，被卡特政府以治疗癌症的理由接收了下来。此举呢就引发了伊朗民众的强烈不满，于是大约3000名武装学生便冲入美国驻德黑兰的大使馆，将全部工作人员扣押为人质，以此来要挟美国引渡巴列维，史称伊朗人质危机。时任总统吉米·卡特呢，先是施加经济和外交压力，后来又试图通过协商来讨回人质，但是在硬刚的伊朗那边呢，都不起什么作用。于是他最终就做出了一个决定，展开一次军事救援行动，代号“鹰爪行动”。这个行动绝对堪称全明星阵容啊，把当时美军的海陆空还有海军陆战队都集齐了，人员规模达到了200多个，更是刚刚成立的三角洲部队的首秀。所以作战方案一开始呢，弄了几十个出来，最后才在权衡利弊后筛出了一个，准备就照着这个来了。你一定以为他们权衡的是行动本身的利弊吧？但其实呢，他们权衡的是各个军种之间的利益均衡。因为4个军种在此时呢正处于对立状态，他们都想要主导权啊。五角大楼不得不扮演一个临时保姆的角色，安抚好每一方的情绪，生怕谁分多了谁分少了，闹起矛盾来他头疼嘛。于是这样的安排呢，就为后面的行动埋下了严重的隐患。1980年4月24日夜间，随着8架 RH-53D 直升机从停靠在阿曼湾的尼米兹航空母舰上起飞呢，鹰爪行动正式展开了。其实，在2个小时以前空军的6架 C-130运输机已经提前将物资和三角洲部队送到了位于伊朗境内的指定汇合地点沙漠1号了。尽管过程并不顺利但好在他们已经在这儿建立了据点，就等着直升机的到来了。后续的计划呢，本来是这样的8架直升机在这里完成加油和装备补充之后呢，会载着救援部队继续往前推进，将他们秘密投送至位于德黑兰郊外的沙漠2号降落区，然后就隐藏起来，等待下一步的召唤。来到沙漠2号的救援部队呢，会开上由情报人员一早就准备好的卡车，在夜色的掩护下潜入德黑兰，突袭大使馆并救出人质，接着便赶往附近的一个足球场呼叫直升机。在这儿呢，直升机将他们全部接上之后，会朝南飞到大约56公里以外的一座机场。不出意外的话，这里已经被一队游骑兵给攻占了，并且还有一架 C-141运输机在等着他们呢。于是所有人再度切换交通工具，抛弃直升机，坐上运输机，以最快的速度撤离伊朗。计划真的是想得很美啊。那我们再来看看那8架刚刚出发的 RH-53D 直升机的表现如何呢？完全就不及格首先是其中一架根本就没有飞起来，在飞行员一坐进座舱时呢，就看到传感器提示说旋翼出了故障，于是只好退出了。剩下的7架起飞了，但随即便闯入了一片强烈的沙尘暴当中，编队被打散了，而且又有一架机载系统出现了问题，不得不马上折返回到航母。终于在迟到了90分钟之后呢，剩下的6架直升机跌跌撞撞的从不同方向好不容易的降落在了沙漠1号。可是幺蛾子又出现了又有一架的液压系统撂挑子不干了，落下去就飞不起来了。于是8架直升机此时只剩下了5架，连执行任务的最小数量都不够了。行动不得不临时叫停。你看后面那些精彩的大戏还没有上演就被卡了，是不是有点可惜对的，所以前面就必须要再加上一出就在行动叫停，5架直升机准备再把特战队员载回航母时呢，有一架打报告说，我没油了。指挥官于是就说，那你就飞到 C-130 旁边把油加满呗。这个时候军种之间的协作混乱就彻底暴露出来了。三角洲部队、海军陆战队的飞机、空军的运输机是无法直接通讯的，因为3方使用的频率是不一样的。哪怕相距只有几百米，他们都必须先要把信息传送到位于埃及的联合特遣部队司令部，然后再由空军的战斗管制小组给转接过去。这样的效率，在时刻变化的战场环境下，怎么保证可靠性呢？再加上直升机的飞行员呢，本身就缺乏实战经验，又疲惫不堪了，于是，在飞过去加油的时候呢，跟运输机就撞在了一起，瞬间炸成了一片火海。机上的8名成员呢，也丢了性命。指挥官一看，心想：这 RH-53D 也太不靠谱了，我可不敢保证剩下的4架不再出点什么问题所以干脆咱们一起坐运输机回到航母上吧。
直升机呢，还有物资什么的就丢这儿不管了。显然，这次行动以彻底的失败和完全的暴露而告终。伊朗得知真相后呢，气得咬牙跺脚，从此便走上了和美国交恶数十年的路线，同时也把本来集中囚禁的人质呢分散到了各地，以游击战的形式预防美国的再次营救。当然了，国际社会上呢也出现了对美国的谴责之声，因为他就完全不顾别人的主权嘛，随意就在别人家里面策划军事行动，还建起了什么临时的军事基地，这情况搁谁家受得了啊？美国国内嘛也好不到哪儿去，因为牺牲了8名军人嘛。卡特政府的颜面尽失，媒体也揪着这事儿大肆宣传，让很多的民众也开始怀疑：我们的军事实力难道是吹出来的吗？总之啊，总统吉米·卡特此时压力山大呀。那么他会就此罢休，承认错误，认真悔过吗？怎么会呢？他的第一反应居然是咱们从头再来。于是就在鹰爪行动失败的2周内呢，另一个绝密计划就在五角大楼内酝酿了，它叫做可靠运动行动。可不是吗？上次那个那么不靠谱，这次一定要可靠才行啊。那么如何保证可靠呢？都不用分析就能得出结论嘛。一是协调，二是装备嘛。协调就是要成立一个新的联合指挥部，统一调配资源，统一训练，统一管理，这就为后来演变成为专门的特种作战部队做好了准备了。而装备呢，显然就是放弃原来那架总是掉链子的 RH-53直升机，转而去寻找另外一架可以在中间不停歇，直接降落在大使馆旁边的体育场内，在突袭救出人质后，又可以马上从这里起飞回到航母上的新飞机了。你看，它要飞得够久，装得够多，跑得够快，什么飞机最合适呢？运输机啊 ，C130大力神就很合适嘛。不过 C130可是不能在一座体育场内起降的哦，它至少需要接近1公里的跑道才能够完成这2个动作。怎么办呢？联合指挥部呢就找来了它的生产商洛克希德，商量说，你看，我们就是看中了你家的飞机，但它有个缺点啊，就是不能在体育场里面起降。洛克希德就问啊，你是想要在体育场里面沿着宽起降呢，还是沿着长起降呢？指挥部说，那当然是沿着长起降喽。于是洛克希德笑了一下，这个好办，咱们改装一下飞机就好。这样4架 C130就被送到了埃格林空军基地，其中2架将被彻底改造成符合实战标准的样子，1架作为小白鼠，在上面不断的试验新点子，还剩1架则改装成模拟训练机，专门用来训练那些艺高人胆大的特殊飞行员。好了，要怎么改呢？洛克希德量了一下，认为要在长度只有110米的阿萨迪体育场里面起飞和降落呢，唯一的希望就是把 C130变成一架几乎可以垂直起降的飞机。但你说，如果把它的4个螺旋桨变成像鱼鹰那样可以轻转的，也完全不现实嘛，那是要等快10年以后才会有的技术。而且它之所以诞生，就是源于此刻的。即使有时光机呢，也会陷入到时空穿越的悖论里面。所以当下最好的选择就是装外挂嘛，用固体火箭发动机来刹车和助推了。所以第一步就是强化机身，避免被火箭喷发时的强大推力给震散架了。第二步呢，就是把合适数量的火箭发动机呢挂到飞机上的合适位置上。于是8枚来自阿斯洛克反潜导弹的发动机被装到了 C130的前部机身，用于减速刹车。另外8枚来自 AGM-45百蛇鸟空地导弹的发动机呢，被装到了 C130的机身下部，用于在下落时将其拖住。还有8枚来自 RM-66标准防空导弹的发动机呢，被装到了 C130的尾巴上，帮助它实现短距离的助推起飞。这已经有了24枚了，还没完啊！剩下的还有6枚，其中左右翼下呢各挂2枚，用于纠正起飞时的偏航问题。机尾向下的部分呢，还又装上了2枚，用来干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前一个视频里面刚刚说过的防止插尾了。所以军机啊，真的是在什么地方都不计成本啊！在项目开始仅仅3周之后呢，这架挂满火箭的运输机就已经准备好了，在当时真的堪称是美国速度了啊！于是，在1980年的10月19日到10月28日期间呢，它就进行了多次的实际起降试验。结果是令人欣喜的啊！它不仅不断的刷新了最短起飞距离的记录，还实现了在160公里的时速下，以8度的下滑角冲向地面后稳稳着陆的成绩。要知道，正常飞机的下滑角呢是在3度左右，8度其实已经跟直接掉下来没啥区别了。好了，看起来它只需要再进行一些最终的全流程测试，便可以交付给特种部队了。结果XFC-130H 的命运就此卡住了。10月29日测试进行，
起飞阶段堪称完美，而且又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纪录。但在下降阶段呢，飞行员被上层减速火箭喷出来的火焰和烟雾遮住了双眼，于是错误地认为底部的托举火箭已经开机，并且飞机也基本处于地面上了，于是就点燃了更多的减速火箭，以便把飞机的前进速度给减下来。但其实托举火箭是根本就没有开机的，飞机此时距离地面呢也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当前进的速度突然变为0之后呢，它被重重地拍到了地面上，机翼折断，机身起火，情况十分危急。幸好现场的响应速度够快，才让其中的机组成员呢最终在有惊无险后安全地离开了飞机。但这个项目本身嘛，却很难再回到正轨了。后来，吉米·卡特被里根击败，人质危机的解决呢，也由军事行动改为外交谈判。挂满火箭的大力神呢，也就渐渐淡出视野了。好了，所以现在你知道了飞机的刹车呢是既丰富又疯狂的。我是火箭叔，关注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各位老司机，请问什么才叫做车技好？是像《头文字 D》里面的藤原拓海一样，随便漂移也不会从杯子里面洒出一滴水出来吗？我认为不是的真正的高手是从来不会炫那些没用的东西的，他们要玩就玩大的，比如运个火箭啥的。是的，朱雀2号遥2火箭呢就在我的身旁，总长将近50米的它被分成了3大部分，装进了3个大箱子，挂在了3辆大卡车的后面我们看长度来判断一下，这辆最长的卡车运的应该就是朱雀2号的第1级，全长多少呢？40米这辆稍微短一点的，里面装的应该是朱雀2号的第2级。最短的这辆不出意外，里面就是火箭的整流罩了。他们今天会从浙江嘉兴的蓝箭航天基地出发，一路驶过数个省市，跨越3000多公里，最终到达他们的目的地——东风航天城96号工位。从这里呢，他们变成了它，等待开启第2次的出征。但是在越过卡门线之前，他得要先通过收费站。我告诉你，这一点都不比上天简单朱雀2号自身的直径呢是3.35米，装箱之后加上一些留给紧固装置的空间，使整个车宽和车高都达到了公路运输的极限了。我从跟着他出了基地那一刻起呢，就在想，他要怎么才能通过收费站呢？结果是正好贴着边过去了。一点空间都没有浪费前前后后至少花了20来分钟才通过。你说这开他的司机的手要多稳才行不对，首先得要心态稳才对我们跟在后面看他过收费站的道口时，就开玩笑说求此刻司机的心理阴影面积。可你看人家心中有数，完全就不慌那里面应该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朱雀2号的第1级火箭。开这么大的车，然后后面拖着火箭，你在路上开是什么一种感受？心情是什么样的？很骄傲，很自豪。那你开在路上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殊的需要注意的地方呢？遇的不好的况慢点减速。减点速。因为这里面火箭它其实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脆弱的。对，特别小心好吗？要特别小心是吧？对，感觉是运了一个大宝宝一样。那是。好，我也提前预祝你这次的任务圆满成功。谢谢。同样的可能有心理阴影面积的，还有跟着车队一路保障火箭安全的蓝箭技术团队了。我们大约每过2到3个小时呢，都会停车休整加检查火箭的状态。此时车队要做的就是检查胎压、检查刹车、检查车辆上下有没有松动的螺丝等等。技术团队要做的就是检查车厢里面的大宝宝有没有被惊扰到了。为了保证火箭的运输安全在燃箱和氧箱里面都是充入了高压氮气的。这个就很像是一听可乐一样如果你把它打开喝完，薄薄的壳子呢就很容易被捏扁嘛。但如果密闭，并且还装满了液体和气体，就非常的坚固了。其实你别说要真的是从比例上来看的话，火箭的外壳真的就跟可乐外壳是差不多一样厚的但是路上毕竟有不少的颠簸嘛，即使又是充了氮气，又是控制了里面的温湿度，技术团队还是会很担心意外的发生嘛。于是他们每次停车呢，都会连上箱子里面的传感器，查看监测数据是否正常。我看到过他们有一次半天没有连上里面的蓝牙的反应豆大的汗珠马上就从脑门上滴了下来了。这心理阴影面积也不比咱师傅差多少吧。还好虚惊一场，是这个金属外壳本来就很容易屏蔽信号所造成的。师傅开的还是真的很稳的想想看，要以这种平均60的速度连续开上3000多公里，连续保持10来天的精神紧绷，直到发射场，
真是每一个参加航天工作的人都不容易，都是真正的老司机啊！湘西下城市睡去，但是人类的航天梦却在随着星辰的升起逐渐远航。朱雀2号这枚中国民营航天完全自主研发的中型液氧甲烷火箭，即将在我们的注目下再次问天，预祝它一切顺利。好莱坞电影有一个相当经典的画面，主角在最后关头从一辆即将爆炸的汽车里面爬了出来，然后狂奔逃命，在最后一瞬间呢离开了爆炸伤害的范围，但是却在巨大气浪的推动下往前飞了出去。当然肯定是不会受伤的，不过咱也不关心这个，我关心的是爆炸把它推出去的这个过程。你说能用同样的方法来推动火箭吗？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那些看似奇葩但却实际存在，准确讲应该是存在过的火箭推进方式。首先，咱们得要知道常见的火箭推进方式是怎样的。就拿目前我国推力最大的长征5号运载火箭来举例啊，在它的第一级的舰体四周呢，捆绑着4枚装着液氧和煤油作为燃料的助推火箭，而它的第一级和第二级舰体本身呢，装着的是液氧和液氢作为燃料的火箭发动机。当火箭点燃啊，这些液体燃料会猛地往下喷射，在牛顿第3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作用下呢，就往上加速飞了出去。但是这其中有个问题啊，就是这些燃料的体积和质量其实挺大的。尽管火箭自己已经做得够大了，但是带上天的燃料还是十分有限啊，顶多烧个几分钟就烧完了。虽然已经能够把火箭加速到每秒10来公里的速度，使它脱离地球的引力束缚，但是想要继续再加速呢，已经不可能了。于是，在我们想要到一些稍微远一点地方去的话，比方说最近的邻居火星，都要慢悠悠的飞上9个月的时间。要是火箭能够一直拥有推力，一直在加速的话，岂不能把星际间旅行的速度加快很多吗？既然只是携带的燃料受到了限制，那能不能在燃料上下点功夫呢？有什么样的燃料能够持续的烧上很久呢？你一定已经想到了吧？那就必须是核燃料了。对了，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内容了——核动力火箭。而且啊，根据作用方式的不同呢，还分成了2种不同的类型。一种说出来就像是开玩笑一样，把自己给炸出去的；另一种呢，稍微正常一些，也是喷出去的。那么我们下面就详细的来讲一讲。先说第一种啊，爆炸推进式。抱歉，这个真的是有点太无厘头了，怎么说都怎么像是在闹着玩一样。但是在20世纪50到60年代呢，这可是一个被非常严肃对待的想法，并且呢还催生出了一个美国的秘密项目——猎户座计划，旨在利用核爆炸的力量，将一些极端的载荷送入到地球轨道，甚至是更远的地方。它其实是有一个相当严肃的称呼的——核能脉冲推进。最开始由著名核物理学家斯坦尼斯拉夫·乌兰在计算后提了出来。他最初的想法是在火箭发动机的燃烧室里面引爆一枚小核弹，然后利用水作为推进剂来推动火箭。不过很快呢，他就将这个想法升级成了一个更好的模型，即在火箭的外部投放核弹并引爆来推动火箭。他是这么工作的啊。火箭尾部会以每秒2到4枚的速度向后投放小型核弹，这些小型核弹每一枚大约有5000吨的 TNT 当量，在它们爆炸之后呢，会将大部分的能量以冲击波的形式输入到火箭尾部的一个挡板上，并推动火箭前进。就在这样一次一次不断爆炸的冲击力量之下呢，火箭就能以脉冲的形式不断往宇宙深处进发了。这个想法在今天看起来呢，是怎么看怎么不靠谱，但是在2战刚刚结束那阵子呢，人们对于和平利用核能正处在最疯狂的那段时间里面，所有人都觉得，这个点子妙极了。其中就包括那位著名的英国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提出了戴森球的那位戴森。于是啊，政府很快就拨出了数百万美元，要求这帮科学家把这个奇妙的想法发展成为一个可以实际工作的模型。很快啊，一个直径1米、长得像颗子弹、装着常规炸药的模型便制造出来了。在实验当中呢，它居然真的能够骑着一连串的爆炸在空中稳定的飞出一段距离。根据计算啊，这种情况到了真实比例的猎户座飞船上也会是极其相似的，能够提供出2到4G 的加速度，可以同常规的化学火箭相媲美。而且啊，这种脉冲推进的方式反而还可以为航天器的设计带来一些原本没有的优势，因为它可以做大，做得很大。
为什么呢？因为只有把航天器做大做重了，才能更有效地吸收爆炸产生的冲击波。于是啊，这就跟阿波罗飞船和土星5号的建造思路完全不一样了。前者是要讲究怎么轻怎么好，用的都是一些轻质的复合材料，而猎户座呢，则可以直接用上最普通的钢材，在最普通的工厂里面用最普通的流程制造出来。实际上，造它跟造艘核潜艇没有什么两样，两者都是能够支持船员进行一次长时间的旅行而已，并承受一定的压力。显然太空中所承受的压力远不如深海当中承受的多啊。弗里曼戴森通过计算表明啊，载人的猎户座飞船可以吸收每秒大约10米的加速度，所以想要进入地球轨道的话，只需要携带大约1000枚小型的核弹就可以了。而想要进行星际旅行的话，那就多带点核弹不就好了吗？一直炸一直加速，想要加速就一直炸呗，很理想吧？不过发射这样的火箭，场面想必也很炸裂吧？一枚火箭伴随着蘑菇云一起缓缓的上升，我怎么都想不到这是在探索宇宙，反而是觉得在毁灭地球。大量的核辐射怎么解决？万一发射的过程中，火箭肚子里面的数千枚核弹一起爆炸了怎么办？这些在冷战时期不太受重视的问题呢，随着冷战的结束啊，被逐渐搬上了台面，公众的情绪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曾经被吹捧的能够替代土星5号将人类送上月球的猎户座计划，也就永远被叫停了。化学火箭虽然效率很低，但是毕竟安全啊，所以迄今为止呢，还是我们离开地球的唯一选择。说到这儿，有朋友可能就要问了，难道利用核能就没有稍微温和一点的方法吗？除了炸它，就不能有别的办法吗？你还真别说，有的，也是美国人在上个世纪60年代搞过的，就叫做核推进计划，目的也是想要用更快的速度实现星际旅行。它是这么来工作的，利用核反应堆产生的高温来加热氢气，然后这些高温氢气会从火箭尾部的喷口以极高的速度喷出，为火箭提供推力，并且呢，这样的推进效率会是化学推进剂的2到3倍，再加上不需要像化学火箭那样携带液氧了，省下的大量空间都可以装上更多的液氢，够火箭持续加速好一阵子了，从而实现把到火星的旅程从9个月缩短到3个月，让宇航员在太空当中呢少受一点辐射。不过宇宙辐射的确是能够少受一点啊，但是飞船上不是也自带一些辐射吗？两者一加呢，到底是辐射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还真不好说。的确啊，虽然听起来跟前者的爆炸式推进比起来温柔了很多，但是风险却没有少多少，依然还是会在发射时产生大量的核辐射，依然会面临随时变成一枚巨型原子弹的风险。尽管 NASA 在50多年前就已经证明了用核能来推动火箭是可行的方案，但是它就算摆在那儿，我们谁也不敢用啊，除非用更加安全的核聚变。NASA 最近发现了一种在金属固体原子间引发核聚变的方法，叫做晶格约束聚变，据说能够为未来的深空探测任务提供一种全新的能源模式。传统的核聚变呢有2种，一种叫做惯性约束，此时的核燃料，比如氘或者氚，被激光压缩到极高的水平，然后才能在极短的纳秒级水平的时间里面呢发生核聚变，释放出能量。另一种呢叫做磁约束，燃料在等离子体中被加热到温度远高于太阳核心的温度之后，才能发生核聚变反应。这2种方式啊，目前输入进反应堆的功率都远高于输出的功率，而且体积庞大，完全无法在航天器当中利用。但晶格约束却可以在室温条件下创造出使单个原子达到聚变融合的条件，这就非常厉害了。尽管离真正投入使用还差得很远，但是基于此的研究一定会为未来的深空探测和星际间旅行带来新的能源解决方案。也许核动力火箭真的是很快就要呼之欲出了。好了，关于这点你是怎么看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咱们多多留言来互动吧。A little difficult to service because there are parts that don't have a flange anymore. It's just welded shut. Right. Change a part, you need to literally cut it open. 它要么呢是对猛禽3的质量很有信心，要么就是对猛禽3的成本很有信心。切开维修，搞那么复杂干嘛？修不如换它，直接重新打一台新的，不就解决问题了吗？所以猛禽还真是猛啊！
这是一排长征运载火箭，其中一枚呢相当与众不同啊，那就是带一个针尖的长征 2F 了。没错，就是它在今天成功的将3名航天员送往了中国空间站。所以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它可以载人，其他火箭却不能载人呢？载人火箭和不载人的火箭究竟有什么区别？它那根头顶上的尖尖又是干什么用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放眼全世界啊，尽管能够发卫星的火箭也有很多，但是能够发射载人飞船的，伸出一只手数到第3根指头就到头了。俄罗斯的联盟号、美国的猎鹰9号和我们国家的长征 2F， 为什么就这么少呢？就是因为发射载人飞船比发射卫星在技术上难太多了。总结起来呢，3点是最重要的，一个是推力要足够的大。卫星有轻有重，但是载人飞船却都是大个头，至少也是7、8吨起步的。比如神舟飞船呢，就重约8吨。要把这么重的一个东西送到距离地面200到500公里的轨道上，火箭自己必须首先是个肌肉猛男才行啊！第二个是也要具备应急救生的功能。载人飞船发射时，最大的危险来自于火箭的上升段。为了确保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呢，火箭就必须要增设故障检测系统和逃逸救生系统。它们就是长征 2F 顶上那个与众不同的尖尖的由来了。我们稍后会仔细讲它。第3点是比普通火箭要高得多的可靠性、安全性和质量要求了。发射卫星的火箭可靠性要求大约为 0.9， 安全性则无特殊要求。这个 0.9 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每发射100次最多只允许失败10次。而发射载人飞船的火箭嘛，标准就要提高很多了，可靠性要求为 0.97， 意味着每100次发射只允许有3次失败。但这3次失败当中呢，危及到航天员安全的概率又必须要小于 0.003， 这就让它的安全性要求达到了 0.997。这个指标有多高我给你们随便举一个例子假如一枚火箭里面装着10万个零件，而这10万个零件里面只有一个出现了故障，也就是零件的可靠性高达 0.99999，超级高了吧？但是呢，火箭的系统很大一部分是串联在一起的，即便使用如此高可靠性的零件组装出来的火箭，其可靠性却只有可怜的 0.37， 每发射3枚就有1枚可能会失败，连发卫星都不敢用它嘛。实际上，单靠零件的可靠性是不足以支撑载人火箭的可靠性的，它需要的是一系列的设计准则。我们通俗点讲，在长 F 身上呢，这个准则表现为用最简单的设计，用最成熟的产品，用最彻底的测试，以及呢用最合理的冗余。整个火箭上用到了4万多个电子元器件，它们都要经过100%的严挑细选。火箭飞行的全过程呢不过600秒，但是这些产品却要求600个小时无故障工作才行，是火箭寿命的3600倍。控制系统和电气系统中采用了数十项的冗余设计，也就是增加相同零部件的备份数量，即使一个甚至多个出现故障呢，也能够有顶替它继续工作的备用件，不会影响到火箭的飞行安全。最后虽然我们看到的发射次数并不多，但是在这些年间呢，长 2F 的飞行仿真试验却进行了数万次，就是把这些环节都做到了极致，才让长 2F 成为长 2F， 成为这个世界上唯3的载人火箭之一。好了。我似乎还留了一个坑没有填就是长 2F 头上那个特有的逃逸救生系统了。其实这个东西呢，熟悉火箭的朋友不会陌生它在老早前的土星5号上就能见到了。可以称为是航天员的救生艇。一旦火箭在发射过程中出现重大故障，它就能迅速将航天员带离危险区，并为航天员安全返回地面呢提供必要的条件。长 2F 上的这套系统呢是这么工作的。来看这张图，它展示的就是整个逃逸飞行器的样子。说是个飞行器，其实是临时拼凑而成的。从3格翼的下缘开始，原本的整流罩呢会在这儿一分为2，下部继续连在火箭上，上部带着同样也是与推进舱分离了的神舟飞船的轨道舱与返回舱一起，在逃逸主发动机的帮助下呢，迅速与火箭分开。同时3格翼也降了下来，把逃逸飞行器的压力中心拉低，使它更容易受到控制。等到升空之后呢，逃逸塔上面的自控发动机便立马开始工作了，让逃逸飞行器在上升的同时偏转一定的角度，远离危险区。等飞出一定的距离后呢，分离发动机点火，把搭载着航天员的返回舱从逃逸飞行器里面分离出来，其余部分则继续飞行。返回舱按照自己的飞行路线调整到一个有利的姿态后开始下降，随后打开降落伞，安全着陆，彻底脱险。
另外还有一个不得不讲的地方，长而 F 的这套系统呢，又分成低空逃逸与高空逃逸两个部分。因为逃逸塔本身也是负担嘛，一旦过了危险性较高的起飞初期呢，就可以将逃逸塔给扔掉了。于是这个部分就没有了。但万一后面又遇到问题了呢？所以为了保险起见嘛，即便在扔掉逃逸塔后，也还是有发动机能够完成逃逸动作的。它们就是这几个高空逃逸发动机和高空分离发动机了。并且高空逃逸发动机在一开始的低空时呢，也并不是完全闲着的。如果发生危险，它是会跟逃逸塔上的主发动机一起开机的，以此提高推力，让航天员更快的离开危险。当然我希望它永远也没有用武之地。好了，今年真的是中国航天的高光之年，让我们继续期待更多的精彩和奇迹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火箭发射相当激动人心，但你得要感谢这些不但展现了火箭点火的瞬间，也一路跟拍直到火箭进入太空的摄影画面了。因为想要拍下它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是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你刚刚看过的火箭直播画面都是怎么拍出来的。其实我最好奇的有两点，一个是近，一个是远。近的是火箭发动机点火的瞬间，位于喷口下方的画面是怎么拍出来的。要知道这些以每秒数千米的速度喷出的炽热燃气，温度可以高达3000度，再给点力都能接近太阳表面的温度了。摄影机对着它真的就不会花吗？另一个就是远，这些庞然大物起飞之后呢，是以惊人的每小时5000公里的速度远离地面，同时也在远离地面上对着它拍摄的摄像机。然而为什么我们依然还是能够拍下那么清晰的飞行画面呢？难不成是跟着它一起飞的吗？好，一个个来。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尽管这些唯美的画面看起来似乎就是为了满足你我这等吃瓜群众的好奇心的，但实际上它最主要的作用是为了向工程师和科学家们展示出在火箭发射的各个关键阶段都发生了些什么，比如引擎点火、脱离支架、姿态调整、助推器分离等等。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呢，它们还会成为事故调查中最重要的关键证据，比如挑战者号和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的灾难。所以现在你想明白了为什么工程师要不惜一切的代价在火箭下面、在火箭的四周、在火箭身上布满摄像机了吗？那都是为了他们自己娱乐观众只不过是顺带的而已。不过我已经很满足了。为了仔细观察火箭发动机点火瞬间的状态，工程师将每秒能够拍摄500张画面的高速摄影机直接安装到了发射平台上面。但其实就像画面里面本身已经拍到了的一样，在烈焰之下，摄像机是如何保全自身的呢？原来它是被安装在厚厚的水泥垫内部，既没有靠近发动机喷口，也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抬头望向那个红彤彤的屁股，而是将镜头对准了一块由石英玻璃制成的耐热反光镜而已。通过跟潜望镜类似的原理，安全的拍出了这样的宝贵瞬间，让我们也能贴着鼻子感受到火箭的温度。类似的摄像机其实布满了发射架，从而能够让工程师们全面的掌握火箭从启动到脱离这整个过程的每一丝细节。那么上天之后呢，我们该怎么追着火箭拍呢？如果你对摄影有一点了解的话，应该知道一种叫做长焦镜头的东西。就是焦距越长呢，越能把远处的景物给拉到近处，然后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日常生活中呢，不要乱用哦。不过用它来拍火箭嘛，就需要比日常的焦距更长才行了。为了拍出几十公里外满屏的火箭画面，摄影机的焦距会是一个天文数字。它看起来呢，确实也挺像天文望远镜的哦。焦距往往要达到10000毫米以上才足够把火箭拉到我们眼前，但这就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因为焦距越大，视野范围也就越窄，而火箭又跑得飞快，想要把它锁在画面中央，摄像机就要同步跟着火箭来转。想想你也知道这可不是一个能靠徒手举着摄像机就能够完成的活。实际上，为了达到目的，拍出效果 ，NASA 很早就在开发能够追踪火箭发射的光学系统了，甚至找过了他自己的历史。1946年天文学家克莱德·汤博，就是在16年前发现了冥王星的那位，被军方邀请来改进一款可以更方便的拍火箭的装置。于是汤博的团队就把一台二战中剩下的 M45 防空机枪塔做了一些升级改造，用2台接着35毫米胶片摄像机的天文望远镜换掉了原来的50毫米机枪，然后在中间装上双筒镜。拍摄人员坐进去之后呢，一边用双筒镜来观察火箭的飞行轨迹，一边手摇摇柄控制平台来跟上火箭的节奏。于是本来是要把飞在天上的东西打下来的攻击者，如今
变成了能够让他们飞得更愉快的守护者。历史赋予一样东西的使命，还真是可以说变就变哦。既然模式定了，后来的 NASA 在地面上拍火箭的装置呢，基本上都是同款升级而已，从手动变成了自动，从黑白变成了彩色，再从胶片变成了数码。而拍摄的火箭呢，也从老套的 NASA 样式变成了科幻的 SpaceX 样式。未来让我们期待更精彩的火箭发射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让你爱上科学。